哦，自助餐500泰铢，晚餐700泰铢，100人民币一个人。好了，那就再见吧，再见。黄泉免税店啊，黄泉免税店啊，你这样哪会有顾客呢？是吧？这个真的，我想不通，真想不通。原来真的人声鼎沸这种热闹场景，可能这辈子再也不会有了。虽然不是说这辈子吧，可能最近是看不到了啊。我们就差不多了。大家好，我是小胖啊。这个我们结束了第4天的行程，今天第5天的行程了啊。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吃个早饭，然后呢就坐车去曼谷，去黄泉免税店逛逛。这个黄泉免税店啊，这个我跟大家好好唠唠。我记得我最早一次来泰国的时候，每次就是感觉很多游客啊，到黄泉免税店大包小包，然后拎着过飞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体验，对吧？然后呢，那时候的黄泉免税店的确东西，包括汇率来说是非常便宜，非常便宜。但是现在啊，据我个人了解啊，黄泉免税店好像没有那么便宜了。所以啊，这次啊，那当然也是听说啊，这次啊我就自己去看看到底黄泉免税店还值不值得买，对吧？我觉得这个是不管是自由行的游客还是跟团游的游客，这个黄泉免税店是永远绕不开的这一关，对吧？因为在以前的话，可能我们像我对江浙沪比较了解啊，就是日上的价格已经是很低很低了。那我这次就去对比一下黄泉免税店，看看黄泉免税店价格啊，到底还是不是那么诱人了？我一顿早餐是不是吃太多了？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不管因为去哪个国家西餐厅的这个标配，对吧？然后一点水果，2个鸡蛋，是不是太多了？主要待会早上要逛逛街啊，这个逛街吃饱肚子是吧？不吃饱肚子咋行啊？这个，所以大家出来跟团游啊，大家一定要知道，一定要吃饱肚子，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下一顿到底是什么时候，因为可能路上会堵车，可能有其他意外的情况。早餐在酒店一定要吃饱，真的。这个东西传群里面给大家参考一下。那免税店的话，它的东西是比较便宜哈，你们进去会只看到咱们中国游客，因为中国的东西哈奢侈品比较贵，所以在这边很多人就是来泰国一趟哈，第一目标是来这边玩，第二目标就是来免税店买一些奢侈品这些哈。那你们平时买的那些路边买的那些哈，泰国本土的哈也是可以买的哈。那讲到免税店里面的话，它就是有这个大品牌。那很多客人会说，哎呀，那个泰国人消费的这个市中心的百货公司跟免税店的价位相比之下怎么样？告诉你们哈，肯定是免税店便宜。为什么？因为免税店它是免税，但是偶尔我们在泰国人消费的百货公司里面可能会捡到比较便宜的，那是因为他们拿出来做活动的哈，做活动的那种可能就会比较便宜。有的是快过期的哈，有的是那种过季的衣服这些商品，他们会拿出来大促销，所以可能会比免税店便宜的，只有这个可能哈。那假如是正常的这种货物的话，肯定是比免税店贵的哈。贵什么呢？就是贵税啊。那免税店里面的东西的话，一共有哪些？第一就是手表嘛，还有化妆品，还有衣服这些哈。那里面最便宜最多的哈，就是咱们中国妇女最喜欢的欧莱雅了哈。欧莱雅的话，在中国上次也是我客人跟我说的啊，他说，那个洗面乳在中国是125，这边就25人民币哈，零头哈。那我在这边就先跟大家讲哈，里面的话手表以前有劳力士，现在没有劳力士哈，最贵就是有江诗丹顿，那其他的从几十万人民币到上百万人民币，到几万人民币或者几千人民币、几百人民币的品牌都有呢。所有的东西哈都比中国便宜差不多40%到10%之间。好，我们已经下车了，我们已经到了 King Power 黄泉免税店。整个 King Power。这个的话，现在来了比较早，大概中午11点，我发现没有人啊。现在黄泉免税店好空啊！我10几年前的时候来黄泉免税店人山人海，这个你买个东西都要排队，现在就比较空了。不知道是不是跟网上传言一样的物价
很贵，所以没有人来买了。那也不会那么多团队，对吧？我都没见到几辆团队大巴了。然后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免税店的东西，看一下它的物价怎么样。跟着小胖的镜头打卡黄泉免税店 King Power。好，我们就进来了。这里的话，支付宝、微信都通用的。进来就是化妆品区域，这里欧莱雅是超级便宜，这个是真的，说的没错。这个的话就是所有它的权益，反正支付宝、微信、银联，反正各种品牌都打折。啊，这个话可以大家在微信小程序上注册一下。好，刚化妆品区我去逛了一圈啊。小胖呢对化妆品不是很了解，这种女生比较了解，但是有2个东西我是了解的，一个是香奈儿的口红，一个是迪奥的口红，对吧？这2个我比较了解，因为原来也帮很多同事带过。那像什么迪奥999啊、香奈儿4344啊这种色号的，那么在这里4344色号没有，整个香奈儿是卖299一支。我个人而且不打折的，我认为是贵了。然后的话就是迪奥999，迪奥999它是卖310，那我不知道屏幕前大家对这个懂的，因为像那个迪奥999，它分哑光和亮光，然后呢，310一支。我就把价格给大家说一下，就从口红上面大家就可以去判断一下，现在这个黄泉免税店的这个价格到底贵不贵了。那么欧莱雅那边呢，反正一如既往的便宜就不说了。几个大的品牌，很多你说香奈儿的粉饼啊或什么的，我就不了解了，对不对？这个啊，这个实在无能为力。我们去逛下一个区，逛下一个区就是逛那个衣服和吃的那个区。我又对比了施华洛世奇啊，因为施华洛世奇我也比较熟。然后那天我在那个张掖机场的 T2啊，对 T2，我去对比过价格，这里卖了而且不打折，这里卖了比张掖机场贵，它会员是打9折，然后其他的话是没有什么折扣，比张掖机场贵，比张掖机场免税店，但国内多少我忘了。反正就是那个黑色那个天鹅吧，这个就比较它的一个经典款吧，现在是改款过了，都是新的天鹅了。反正这里的话是卖4400多泰铢，小的最小那个人民币大概折下来现在也要将近900块。这东西在国内我记得我印象中可能就700多左右吧，可能就是也没有什么价格的优势，好吧？目前让欧米伽这种我就不去逛了，因为很多东西我不了解，对吧？所以就很烦，因为我平时也很少买这种奢侈品，或者说这种手表。你看小胖2手空空的，哪有什么手表啊？我们现在到了这个衣服区域啊，这里只有阿迪没有耐克，有耐克我就看看，我不知道为什么，除了那时候麦迪出了一双麦3、麦4，我喜欢阿迪达斯以后，到现在我对阿迪达斯不是很感冒，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就觉得耐克鞋子出的比较快，阿迪的鞋子就出的比较慢，基本上都比较老款。这个小东西还是蛮不错的。看多少钱一盒？ผมขอลองชิมนิดหน่อยนะครับ50多块钱一盒。说这个东西蛮好吃的。哎呀，อันนี้ช็อกโกแลต巧克力。รวมได้ใช่ไหมได้这味道不错。โอเคค่ะ也有泰国人经常逛的嘛？泰国人也可以逛免税店的。好了，现在遇到一个尴尬的问题，就是我这里面啥都买不了。因为它是机场提货的，这让我怎么办呢？我现在只能买一些这种零食啊，这种吃的，好像衣服是可以的，然后所有的东西我都带不走，除了这些东西我能带走，其他东西我都带不走。它有机票到机场提货，因为它是要离境才能使用嘛，这个免税店都是这样，那我就尴尬了呀，那我啥都买不了呀，这我买了什么时候离境我也不知道呀，哎呀，好尴尬啊！那他们团友都在买，然后我只能边上看看想买点吃的，但是发现，我逛了一下这后面的食品区，好吃是好吃的，我免费试吃了好多，但是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有点贵了，这个东西真的有点贵，这东西我不清楚 Big C 有没有的卖，但是我这里看看我觉得蛮贵的，也就一盒刚才我吃的那个什么巧克力那种，就人民币50多块钱。反正就这东西，大家如果说有小孩子过来随便买一点伴手礼的或怎么样，那我觉得也 OK 没问题。这个我们出门在外也不差这几十块钱，但是单纯从性价比来说，我是觉得贵了，这真的贵了。这个金枕头的榴莲干550泰铢，这不是比 Big C 还贵了吗？这个是它的金枕头590，我觉得 Big C 没有那么贵啊 ，Big C 已经算很贵了。现在黄泉都已经真的跟网上说的一样那么夸张吗？我看看这个小老板的海苔，你总不能比7贵吧？
不，7都没有这种包装的，这我就不知道了。我看看多少啊？这个30块钱，这个我不知道，因为小老板我不吃。这个160泰铢，这个好像还行，小老板的。我刚才那个榴莲干好贵啊，这个看，这个一包160泰铢，好像也比7贵了。什么情况啊？现在？你黄泉免税店不就是为了来免个税、买个便宜的吗？这个青豆，对吧？我开高速经常吃，这个我知道价格，125，125单包买的话是20还是多少小包的？哇，不行，黄泉免税店怪不得你看现在人都没有了。原来黄泉免税店自由行的游客啊也很多。现在黄泉免税店发现自由行游客也不多了，真的就是一帮冲头在买了。包括机场，原来黄泉免税店买东西，大家知道机场免税店一定是人山人海的。现在是我上次不是新加坡离境时候的苏万那普嘛，也没有什么人去买东西。现在这免税店真的还不如我们上海的日上，就上海的日上啊，或者说那个杭州的这家 CDF 啊，目前这几个免税店价格还相对便宜一点。日上的话，化妆品好像是蛮便宜的。然后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买东西，就去香港吧，香港啊、迪拜啊，就是这些稍微大一点的免税店都还相对来说比较划算。但是好像比日上划算真的不多。原来我记得我有一个群，那种导游群，那种群里面都会有写哪些东西日上便宜，哪些东西香港便宜，哪些东西什么济州岛便宜，对吧？现在因为过了个口罩以后，大家都不干这一行了很多。原来的话我都知道哪里买便宜，包括买包包怎么欧洲哪里便宜，就专门有人会分享出来的。现在建议大家要买便宜的东西，还是网上多搜索一下啊。吃的喝的也没啥喝的，哎，我找个地方休息会儿吧。这个地方也不属于我买了也带不走。黄泉啊，现在都不行了。原来这里的话真的是坐满的人，包括那个餐厅现在都关门了。原来黄泉都有个餐厅，现在是因为大概没有人吧，餐厅都关门了。啊，对，就前面那餐厅好像倒闭了。哦，这家自助餐厅还开着，看不看？现在开着啊，到门口去买票去看看，现在是多少钱？哎，现在好，对吧？那个所以说付费的东西原来好。原来我记得啊，是那个叫什么？好像是跟团游过来都是免费的，都是在这里含一餐，大家在这里吃的。哇，那个人真的是，现在还好，付费的话就也很干净。我刚才看一下，品种也蛮多的，对吧？还是原来那个自助台。那如果按照我以前的那个标准来说，哎，那没问题。我但凡它在50人民币之内，我就认为是划算的啊。我去问一下多少钱啊？哦，自助餐500泰铢，晚餐700泰铢，100人民币一个人。好了，那就再见吧。再见。黄泉免税店啊，黄泉免税店啊，你这样哪会有顾客呢？是吧？这个真的，我想不通，真想不通。原来真的人声鼎沸，这种热闹场景，可能这辈子再也不会有了。虽然不是说这辈子吧，可能最近是看不到了啊。我们就差不多了，然后去集合，然后我们去吃中饭。今天中饭不知道吃什么。饿了。是那个品牌的吗？也不是那个品牌的呀。这个多少钱啊？926人民币。对，4000退完税的。啊，退完税以后4000多。对。那性价比就不高了，还没国内便宜。没办法，刚需啊。刚需，你们箱子坏了是吧？坏了，摔了。那没办法。好，我们已经到餐厅了。今天是这个旅行团最后一顿餐。我们的人在哪里？我先找一下。我在门口。刚才拍了一段视频，然后找不到他们人了，我先开始找他们人。好，找到了。今天是10个人一桌，我们看他吃什么。这桌还行。加油！先这桌还行，有柠檬鱼，有螃蟹，有鱿鱼，有鸡胗。上个厕所。今天10个人吃。1、2、3、4、5、6、7、8菜一盘。餐厅门口集合。好，这个餐厅其实环境还不错啊，因为下雨了，本来可以到外面去转转。就今天最后一餐呢，刚才就是有点抢了，就是基本都光盘了，我们量还是少了一点。这个回头还是要跟女士建议一下，这个7个菜8个菜可能还少一点，因为我们一桌是几个人？1、2、3、4、5、6、7、8、10个人，对，10个人，我们一个团19个人嘛，2桌嘛，
你相对来说这个量就稍微少一点，其他花目前没什么问题，关键味道还不错，这倒是。我们司机还有我个人，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愿意选择泰国这个地方作为你出国旅游的一个地方哈，也是因为你们的到来，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带动了我们国家的经济，也为我还有我们 DJ 社还有我们司机带来了这个工作机会哈，所以在这里非常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到来。为我们提升了这个工作机会哈，也在祝大家在未来的人生当中哈，也风调雨顺，身体健康，心情快乐，然后财源滚滚来，钱呢越花越多哈，人呢越活越健康，好不好？谢谢，谢谢你们哈，然后我们以后有缘再见哈。有什么事情，假如我们有再来泰国的，记得有什么事情可以问我。虽然我们到酒店了啊，我们上去看一下房间是怎么样的。今天好像住的是一个酒店式公寓，但说是酒店式公寓，我觉得应该不一样。看看3楼要刷卡了，要刷卡。好，我们入住了啊。就这样的一个房间，干干净净的，也蛮好的。这个房间刚才网上我搜了一下，也要300多块钱。好，我们已经到酒店了啊，然后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行程。今天结束的特别快，也就在4、5点钟结束了。那么早上的话，我们就酒店出发，然后呢就去了黄泉免税店。那这个黄泉免税店我呢没给大家细拍，为什么没细拍呢？因为我发现实在是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拍的。这黄泉免税店跟当年的黄泉免税店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里面的东西包括人流、包括客流、包括里面东西，我觉得它已经没有优势了。这是我对黄泉免税店总结啊，那大家可以自己再去体验一下。那么整个黄泉免税店出来以后呢，我们就去吃了饭。那么这个饭的话是这所有这么多天里面相对来说是最简陋的一餐，能从矮子里面拔高个嘛，对吧？这也是它是属于团餐，团餐的话大概是7菜1汤的标准，然后呢是9个人吃。因为我们团一共是19位嘛，一桌10个，一桌9个，因为有小孩子。那么吃下来我觉得味道还不错，味道是的确没问题，但是你说吃很饱，可能胃口大的男生多一点呢，可能就不大吃得饱。反正基本上我们也都光盘了，那说明第一味道还不错，第二可能是真的饿了啊，因为逛街其实蛮伤那个体力的。那么完了以后，我们就开始陆续送回酒店。那曼谷呢是真的堵车，就从黄泉免税店在苏万纳普机场那边，然后一路开到我们现在的市区，是花了多久？花了将近2个小时，真的好堵，我在车上都睡着了。然后整一个行程到了酒店，然后导游把房间安排好以后，整一趟的一个行程就结束了。那么很多6天5夜嘛，那刚好就是曼谷住2晚，芭提雅住2晚，曼谷再住1晚。那明天的话就是按照自己的航班，也有团友是晚上就走的，也有团友是继续要去普吉下一趟行程的。那反正一直到明天中午12点，这个房间完了以后呢，就会找管家，你要去机场送你去机场。那像我这样的话回芭提雅的，那管家会送我到我指定的车站，那不管是苏万纳普站还是蒙奇站还是艾卡曼站，那反正管家也会给我送到那边，会送到曼谷市区的任何一个地方，然后你转接下一个行程。那么整一个落地散屏呢就这么结束了啊。整个行程体验下呢，反正我会再做一个总结报告，我会在下一个视频里面做一个全程的对这个团的一个看法和总结。那么既然小胖愿意跟这个团吧，肯定是心里是有想法的，想看一下现在这个团的一个生态的一个环境。现在旅行团因为去的所有的景点，除了暹罗古城那个772以外，其他我景点我都相对比较了解，尤其在芭提雅的景点那更不用说了，对吧？大家看我视频那么久了，应该知道我是住在芭提雅的。那么包括很多的景点物价，等于说跟着团走了一遍。那目前的感觉我觉得是有个80分到90分，真的跟以前的跟团不一样了，具体我会在下一个视频中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啊。那今天就比较简单一点，然后待会看吧。但因为现在外面在下雨，如果待会儿不下雨了，那可能出去转转。如果说
下雨了，那肯定今天不出去转了，我就在这里剪片子了。那这个是酒店网速是真的快，这个酒店的网速我上传可以达到10几张每秒，那传一个视频非常快。所以我想加班，先把视频先全部弄出来，那么弄出来以后，再还要去写个测评报告，对吧？那毕竟人家邀请我来参加这个团，那我总应该给人家一个回馈，对吧？不管这个回馈是怎么样的，类似于这种酒店的测评员一样的，我会要写很多的一个报告，对吧？那对方没有这么要求，但是我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要求，那么来总结一下整个团，包括好的跟不好的，我觉得我都会在下一个视频中，我写完了以后啊，我会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天不好意思，刚才我说错价格了。这个房间是价值500块，我刚才打开谷歌地图，不是300块，是500块。然后呢，其实我觉得它比第一天的那个美居好。第一天的美居呢是在 Ceylon 那边，然后呢，这个酒店呢是在孔提。孔提在哪里呢？其实它离娜娜不远，它这里也属于伦皮尼公园，哎，反正就是这么个情况，2个区域都可以逛一下。我们住的酒店楼下，刚才说了一半，有电梯有人，就在那个孔提市场边上，孔子的孔，堤坝的堤啊，这对面有个泰国最大的一个属于农贸市场吧，24小时开门的，所以大家是很多今天的团友啊跟我说，他说哎我们都没有吃到很正宗的水果啊，之前都是游客区怎么样？哎，刚好这个本地人区，对吧？你们可以住在这里，这里东西包括太柚啊这种都很便宜，你看才60泰铢、70泰铢一整个。这个我之前有个团友，他150铢都没买到一个啊，就这样的一个市场，里面什么都有，包括吃的，晚饭也有，包括那边山竹都很便宜。我对比过的物价便宜，那一定是便宜。主要今天下雨，如果不下雨的话，这里就还好；一下雨啊，在泰国这里，哎，这个市场就完蛋了。反正大家自己随便逛逛吧。反正我是喜欢逛这种的，我很少去这种综合体吃饭，因为我觉得全世界综合体都一样，味道都不咋样，对吧？肯定这种小摊小贩好吃。那因为我经常开高速，所以我经常吃这个豆。这个豆是 Seven 是卖20泰铢一包，现在它是小包装的，但是那个大包装的也抵不过5包6包吧，对吧？它卖125啊，抵不过6包那么大呀，对吧？这里75，对吧？那个大包装要卖125。哎呀，说好的逛逛，不行，就 Seven 买一点东西就走了吧。这个下雨了。本来说晚上出去转转，下雨了就不出去了。本来住在这个地方孔提区，边上离娜娜离都比较近，对吧？去转一圈，给大家看一看。现在还得了，好，今天就这样了，我剪视频去了。